你曾经在家里的墙壁上看到壁癌或者水痕吗？壁癌和水痕都是渗漏水常见的情况，可是这个渗漏水不处理又觉得很阿杂，想处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忠就来跟朋友们讲解漏水了怎么办。Hello， 各位乡亲宝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上一集影片有跟朋友们聊过什么是漏水，以及为什么会漏水。没看过的赶快先去看。漏水不仅会让房子不美丽，心情也会不美丽，而且长期的潮湿也会导致霉菌的滋生，也就是壁癌。这些霉菌也会对健康产生相当大的危害。如果家里出现渗漏水的情况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即使家里没有渗漏水，但是你知道该怎么去预防吗？在开始今天的正题以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要买卖房地产的朋友，请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用最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搞懂房地产的各种知识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讲到渗漏水，我想先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就在几年前，阿嬷住了透天，客厅的天花板突然出现了一些水痕和壁癌。这时候有一个做房仲的孙子就很好用，阿嬷就把我叫过去，我以为他是要我联络漏水师傅来处理。没想到阿嬷准备的很齐全，她准备了2罐立可白和1个立可带，叫我爬梯子上去把壁癌涂一涂。我就跟阿嬷说，壁癌不是涂一涂就算了阿嬷好像有听懂我的意思，就又跑去拿东西。我想说应该会去拿个锉刀或是补土来叫我稍微处理一下吧。结果注意看，这个阿嬷太狠了，阿嬷拿了一张 A4 纸叫我先贴上去。好吧，我就还是爬着梯子去把那张白纸贴了上去。当然后续还是有找师傅来处理啦。分享这个小故事的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朋友们如果看到家里面有漏水啊，一律建议抓漏，千万不是眼不见为净。那抓漏要怎么抓嘞？我们要先知道，抓漏的意思是指判断渗漏水的路线，找出漏水点并加以处理。所以如果看到家里面有渗漏水的情况，我会建议你先找几位不同的师傅来现场做评估，他们会用一些仪器和方法来判断水是从哪里出来的，比如说用听音器、红外线探测器、压力测试等等。请师傅先大概判断一下是什么状况，要怎么处理，这样处理要多少钱，请师傅开给你书面的估价单。估价单的内容通常会包含每个施作项目的价格，你要记得问师傅大概多久可以开始做，工期大概有多久。但是因为现在台湾缺工很严重，很多地方都缺人手，所以如果师傅跟你说要等很久的话，也不要太意外。以上都问好了，再依照你自身的需求来评估，看看要找哪位师傅来施工。那有些朋友可能有处理过渗漏水的经验，你大概就有听过所谓的打针和防水。先说打针，它成本比较低，快速又有效。打针就是把那些水分可以流窜的缝隙用填充物把它填满，但是效果相对比较短期，可能没过多久就会再复发。另一种就是做防水涂层，会撑得比较久，比如说顶楼做防水，浴室地板做防水，外墙做防水。那广义来说，阳台的雨遮、顶楼的铁皮也都算是防水的手段，尤其是铁皮 CP 值特别的高，便宜又耐用，一片就搞定。但是也因为实在是太广泛的使用，一直以来都有跟市容相关的讨论，而且搭铁皮之前也要先了解相关的法规哦。另外几个比较常听到的问题，像是我想要卖房子，可是没有钱处理渗漏水怎么办？或者是我看了一间房子很喜欢，可是屋况还有渗漏水怎么办？那关于漏水屋可以买吗？我会再做一集影片来跟朋友们讲解。总结来说，遇到渗漏水，一律建议请师傅来抓漏。再来，打针比较像是治标，防水比较像治本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。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，并且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漏水了怎么办。如果想要看看我们平时的样貌，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买卖房屋的需求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来做咨询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我们下次见。